这是青林岛的火车站，而这是后火车站的空地。本集我们将聚焦在后火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，包含住宅区、公车专用道、行人徒步区、自治警察局、公车发车站，还有圆环等建设。希望能让你感受到从细节开始的城市建设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别错过。把道路路网建设完毕后，就开始摆放建筑。后火车站旁设定是比较早期开发的区域，街道比较窄，营造出旧社区的密集感。巷道内刻意使用不太规则的道路宽度，占用标线来修正路型，营造出城区老旧、欠缺规划的原始道路设计。内部的空地部分，我有规划成小型停车场或公园，有点像现实世界地主还没有开发的感觉。未来随着都市扩张再开发也不迟。火车站正前方的道路原本设计为双向四车道的主路，现在我把它改成行人徒步区。徒步区旁的店面用招牌摆放在建筑上，创造出徒步商业区热闹繁华的景色。火车站正前方的路口，我加快了行人穿越道，直接连接火车站正对面的商业徒步区。这样是希望以行人动线为最短路径设计路口，能快速消化火车站的人流。未来对面的行人徒步区也能成为更适合散步与购物的地方。改成徒步区的最根本原因是希望从原本汽车为导向改为人本设计，可以提升行人的安全，活化旧城区的使用空间与环境，促进经济与商业发展，还有引导市民从开车转向绿色运具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建造火车站的那一集，其实这里原本是个工地，现在我把它改造成一座尚未开放的地下出入口。未来有可能是地铁站、地下停车场还是地下商场，我目前都还没有决定，欢迎在留言区给我一些建议。
火车站旁的机灵地，我设置了警车停车场。游戏原本附带的警察局太方镇只好用模组盖。公车发车站也是使用模组盖出较小设施，我想要让公车发车站小而多，方便我后面快速调度。来看看隔壁一侧的马路，这条路的另一侧我预计盖一所小学，所以在周边增加斑马线与人行道延伸，在附近的小巷口增加视觉提示色彩，提醒驾驶人这是通学区。当然，也设置了公车站，让学生可以安全搭车上下学。说到公车，我们来看看公车专用道。从行政中心出发，我延伸了一条连接住宅区的公车专用道。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能减少公车与其他交通路线之间的冲突，加快旅行时间，并增强公共交通作为选项的吸引力。车站的设计是一个加强大众运输速度和吸引力的机会。乘车亭建造要考虑高峰时段等待乘客的数量。在这条大道的中间车道，我把宽度改窄，让整体路幅不那么宽广。最旁边与中间公车专用道则维持4公尺的宽度，满足货车与公车等大型载具行驶需求。再来看看其他公车站，部分设有退缩式人行道，让公车能靠边停，不影响后方交通。部分则维持原始设计，让整体街道更有多样性，也让之后第一人称的影片画面不那么单调无趣。这里是火车站附近的另一条主干道，我选择维持不让巷弄贯通主干道来影响交通。但是在干道中间，我还是设计了一条行人穿越道，因为我想让行人能比开车更快、更方便到达目的地，进而减少汽车数量。加上道路两端都有公车站，市民能更方便地搭乘公车。而且，如果行人穿越道的设置密度过远，会增加市民违规穿越马路的几率。这点游戏中就有呈现了，给大家对比测试一下。而另一个路口，我在对角线增加了斑马线，这也是希望市民能更方便的行走，并高效的抵达目的地。当然，这个人行道目前还只是装饰，没有功能。如果你有方法的话，欢迎告诉我怎么用。最后就是一些上一集介绍过的圆环，我选择在一些有空间并车流量不高的地方先行试办。这次后火车站的开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我也刻意空出2块空地，让这座城市能保留一些弹性空间，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进化改变。
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未来想看什么类型的开发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